这句话才短短几个字，却把我的思绪全部都吸引了过去。鱼在我这里？什么鱼？难道是蛇眉铜鱼吗？从古墓石刻上的图案来看，这种奇怪的铜鱼应该是3条首尾衔接在一起。现在我手里有2条，那确实还应该有1条和我手里的配成一套。这句莫名其妙的话的意思，会不会是在暗示最后一条鱼在他手里？这条信息的发布者，他既然有这张照片，又知道鱼的事情，那会不会是当年失踪人里边的其中之一呢？我仔细翻遍了这一张网页，看发布时间，应该是在2年以前。亏得这个网站没有倒闭，不然这条信息肯定早就消失在了互联网上。信息除了这一句话以外，没有任何的署名和联系方式。我感觉到一种不和谐，既然是寻人，又不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这不白搭吗？我变着花样的在谷歌里边搜索，希望能找到更多的信息，但是搜来搜去，就这么一条是和这个有关系的。我不由得沮丧，不过这已经是很大的发现了，至少可以说明在2年以前还有人在关注20年前的事情。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不久，这该死的风暴终于过去了。风暴过去后的第2天，就有穷沙轮从文昌的青兰港过来。我们见这里待无可待，就收拾行李准备回去。临走的时候，我们去军医卫生所找阿宁，他却已经不见了。我问那医生，他说前几天有一群外国人顶着风暴突然过来，把他给接走了。他以为是和我们一起的，而且大风刮断了电话线，他们那区一直就没修好，所以一直就没通知我们。我心里明了，必然是阿宁在岛上的接应把他带走了。这几天风暴封闭小岛，我们就是有心阻止也没有办法。胖子大骂说便宜了他，我却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本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不可能杀了他，又不可能严刑逼供，这种情况正中我的下怀。走就走吧，反正他也没拿我们什么东西。只是他们的公司进到海斗里，实在不像是进去救人这么简单。他们到底有什么目的呢？三叔和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人现在又在哪里？这些隐藏的秘密，不知何时才能浮出西沙蔚蓝宁静的海面呢？长话短说，我们坐上轮船回到大陆。2天以后，在海口机场，我和闷油瓶以及胖子告别，上了飞机回杭州。现实中的生活总是出奇的顺利。4个小时之后，我就回到了杭州的家中。长时间的高度活动使我精力疲惫，接下来的时间我蒙头大睡，每天只起来1次，都是给饿醒的。随便从冰箱里拿了点东西，又吃下去，然后再躺下。不知不觉的就这么过了2个星期。有朋友以为我死在了家里，过来找我，我才醒悟过来，自己已经休息够了。睡得太多，浑身难受，我就先给王蒙打了电话，问了问铺子里边的情况。除了没什么生意之外，一切正常。其实没生意也是正常的一部分。老板不在，要是有生意就怪了。然后我又打电话给3姑6婆7姨丈，凡是和三叔有来往的亲戚，我全部都问了一遍，知不知道三叔的下落，但是都没什么结果。我最后打到三叔的铺子里，他一个伙计接了电话，我问他吴三爷回来过吗？伙计迟疑了一下，说三爷倒是没回来，不过有个怪人说是你兄弟，非要我们告诉他你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那个怪人是什么来路，不过见他滑头滑脑的，不像是个好东西，就替我打发了。他临走的时候留下一个电话号码，
问我要不打过去看看。我呆了一下，心里觉得奇怪，我各方面的点头朋友很多，但是能想到去三叔那边找我的倒也数不出来几个。想了一下，就问他那人多大年纪。那个伙计说他说不准，大概和我差不多，但是比我老成一点，半寸头，三角眼，鼻梁挺高的，架着一副眼镜，戴着一个耳环，看上去不中不洋，不伦不类的。不伦不类，我重复着这几句话，心说这到底是谁呀？想着，忽然心里一跳，问那伙计：“那人说话是不是不太利索？”伙计连忙说：“对，说那家伙一句话要结巴个10几次才能讲完。”我心里一乐，已经知道对方是什么人了，忙把电话号码要了过来，随即打了过去。不一会儿，电话接通了，里面传来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谁呀？”我呵呵一笑，说：“操你的蛋！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那边愣了几下，发出了几声兴奋的叫声：“3年没听你说话了，当然听不出来了。你看你嗓子，还真发育了啊！”我心里不由心酸，只想掉眼泪，骂道：“你他娘的还有脸说我？这几年一点音信也不给我还以为你死了呢。”电话对面那个人就是老杨，他的真名叫什么我已经忘了。我和他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什么事儿都一起干，有段时间好的就像一个人似的。他家里比较穷，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就到我铺子里来打工。别看他这人嘴巴不利索，特别会忽悠人，两人臭味相投，胡乱经营，日子过得倒也逍遥。不料3年前，这小子不学好，跟着一江西老表去了秦岭那边倒斗，结果被逮住了。那老表就直接判了无期，他靠一张嘴忽悠来忽悠去，把自己忽悠成了一个受社会不良势力蒙骗的大好青年，结果就捞了3年的有期徒刑。刚开始一段时间，我还想去见他，可是这小子死要面子，就是不肯见我。后来我搬了家，就这么断了联系，没想到他现在竟然出狱了。说起来，他会去倒斗，我也有很大的关系。我自小就在他面前吹嘘爷爷是如何的厉害，还拿着爷爷的宝贝在他面前炫耀。估计那个时候他就动了歪脑筋。这小子胆子贼大，小时候我出主意，他闯祸。只是没想到这掉脑袋的事情，他竟然也敢付诸实际了。我和他有3年的话要讲，一打开话匣子就管不住了，一直说到嘴巴抽筋，手机发烫还不过瘾。我说的兴起，就对他说道：“你他娘的晚上没事吧？哥们儿，我为你接风，咱们去搓一顿，喝个痛快。”老杨也正说得起兴，说道：“那感情好，老子3年呢没吃过大肉了，这次要吃个爽。”这事儿就这样拍板了。我也兴奋的睡不着了，胡乱洗了个澡，把家里收拾了一番，就去约定那个酒店等那个老小子。把菜单上所有大块肉的菜都点了一份。傍晚时分不到，那小子就来了。我一看，哟嘿，这小子不正常啊！蹲了3年的生劳大狱，竟然还胖了。我们2个老友见面，二话不说就先干掉了半瓶五粮液。回忆以前的生活，再看看现在的情况，都唏嘘不已。一直喝到酒足饭饱，桌面上的盘子底儿朝天，才发现已经说得无话可说了。我那个时候酒也喝多了，脑子犯浑，就问起了他当年犯事的那个事儿，打着饱嗝就问他：“你说实话，你当年到底他娘的倒着什么东西了？那个江西老表还被判了个无期啊！”话一说出来，我就后悔了，心说我提这个干嘛？等一下勾起他的伤心往事，我还不好圆场呢。没想到他听我这一问，竟然露出了得意之色，抠着牙说：“我倒出来的东西，
邪门。不是我不告诉你啊，我就算是告诉你，你也不知道。我看他看不起我，大怒说：“你他妈可拉倒吧！老子可不是3年前那毛头小子了。跟你说，唐宋元明清，只要是你能说出形的，我都知道那是啥玩意儿。”老杨看我一本正经的，笑着说：“嘿嘿就你那熊样啊，你还唐宋元明清？”说着他就用筷子蘸着酒在桌子上画了一个奇怪的图形。这个你见过没有？我醉眼朦胧看了几眼，也看不清楚，只是觉得像一棵树，又像一根柱子，骂道：“你个驴蛋，蹲了3年的耗子，画画一点都没长进。你画的这叫啥呀？整一棒槌呀！”老杨说：“你就凑合着看吧啊，你那眼神也就只配看这画了。”我仔细看了一下，实在是画的不知所云，就对他说道：“鬼知道你画的是什么？你看，这几个叉，你的意思是花纹吧？那画的跟树杈似的，这画太次，我看不出来。”老杨得意的一笑，压低声音，又神秘的对我说：“你还别说，这就是个树杈，手腕粗细的，青铜树杈。”我一听，哎呦，这家伙原来还捣了一个青铜器出来，这个真是不要命了，给他判个3年，真的是赚了。对他说道：“这东西得多沉呢，你小件的东西不倒一个庞然大物，这不着呆吗？”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剥了一块肉丢到嘴里，说：“你不了解当时的情况，那地方和你想的不一样。说起来小孩没娘，说来话长。我对青铜器略有研究，琢磨着他画的那东西，想起前不久在3星堆挖出来的那几棵青铜森神树，还真有点像。3星堆是古蜀的遗迹，严格来说已经不算是我们古董买卖能涉及的范畴，年代太久远，过于珍贵，价格开多少都不算高。要是老杨去的地方有这些东西，那也不知道该说他是走运还是倒霉。我一下子对这东西发生了兴趣，我就问他当时的经过是怎么样的。他喝多了，没有隐瞒，一五一十的就说了出来。他们那时候进秦岭已经走了10来天，除了满眼的原始森林，什么都没找到，几乎进入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老杨和他老表其实都没有盗墓的基本常识，只是怀着满腔的热情。此时他老表已经是心灰意冷，打了退堂鼓。这一天，他们跋涉到了一个隐藏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山谷。这样的山谷，这几天他们不知道见过多少次了。不过这一次，老杨却发现了这里边有点不同。这里边的地理环境非常奇特，海拔很低，温度很高。在山谷的中心有一片地域广袤的老榕树林海，那林子也不知道里边有多少棵10人无法环抱的榕树，遮天蔽日。榕树根爬满了地面，几乎没有缝隙可走。老杨的老表一看这情况，也觉得不对劲儿，榕树能长成这样的规模，不像是自然形成的。地间里有句古话，叫闲地不长高，日上8、9桥，秃山不冒林，必有沙泥桃。就是说，草树生长的不正常的地方，底下或者四周就可能有问题，也许会有古墓。榕树根如蛇，相互缠绕，林子比一般的树林要密集很多，进去恐怕会吃点苦头。但是想了想，这次吃了这么多苦头，什么都没捞着，他老表心里也不舒服。
辛一恒走了进去。他们一直往里走，直到太阳西下，才慢慢靠近了那临海的腹地。这里四周夜鸟的叫声此起彼伏，光线极度的昏暗。他们打起手电，放慢前进的速度，以免迷路。就在这个时候，他老表给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差点摔倒。老杨忙扶住他，转身一看，原来是脚下的榕树根包里裹着什么东西，高出地面一块。他们用短斧砍掉那根榕树包的几根根须，把里边的东西给暴露出来。用手电一照，原来是一个长满青苔的石头人。看服饰似乎是两汉以前的东西，浮雕着十分精美的图腾图案。这个石头人的出现，让老杨他们马上就意识到，这个林子确实存在着什么东西。古话说的果然没错呀。他们在石头人的四周四处查看，很快他们便发现这里边的榕树林地表下的淤泥下面埋着很多的大型的石板，似乎是一条古道的遗迹。那石人就位于这古石道遗迹的一边，似乎是这条石道的守护用。这样的格局会不会是皇陵的神道呢？老杨想，在外面几十里那小村子里，有人说这山里埋了几个西晋的侯，难不成这么多天真给他们给碰上了？要是真的，那这几天受的苦可真是值了。他和老表商量一下，决定先顺着古道找找看，如果附近有古墓，必然还有什么痕迹。他们顺着古道跋涉，又走了好几个小时，进入了临海的中心地带。在石道的两边又发现了不少石人的遗迹，有的横倒在石道上，有的给裹进了树木的内部，都长满了青苔，神道痕迹越来越明显。老杨他们暗自兴奋，加快了脚步。可是奇怪的是，越顺着古道前进，四周气生根就越走越密集。到了最后，老杨他们不得不砍掉这些根，才能勉强的通过。似乎这里边的树木不希望有陌生人走这一条道路。这样一直走到了后半夜，精疲力尽之下，前面的树缝中才出现了月光。老杨觉得可能是石道到了尽头，他们翻过大堆的乱石头，砍断了最后一根气生根，就从榕树林里钻了出来。